可能有些观众不熟悉，这一句叫闪电侠。对，是闪电侠，一定是闪电侠，是闪电侠吧？我是瓜皮儿，闪电侠第7季前情提要。江湖流传着一句话，我是闪电侠，世界上最快的男人，但每季都有一个比我更快的。白瑞曾与神速交过腿，只是从未与其本尊对决。一直以来神速都是克隆体出现，哪怕这样也是个难缠的对手啊。他们不会说话，只能从喉咙里发出咯咯的一声。而时隔1年之久，神速再度回归，这次他带来了10多个兄弟群殴白瑞。自从有了造娃的想法，白瑞和艾瑞斯努力了很久。这一次环球造娃旅归来，他感觉自己要当爹了。恍惚间，白瑞见到了诺拉，女儿告诉他一切都会水到渠成。从这个不知是梦境还是现实的幻想中醒来，白瑞万分激动，他连忙告诉了艾瑞斯，一时间两人都以为这孩子必怀之。白瑞带了份艾瑞斯的样本想去检测一下，还没出门就撞上了塞西尔。为了不过早暴露，他想尽办法支走了塞西尔。白瑞悄默开车到了实验室。 So why is the Flash driving a car? Oh wait, do you have a Flashmobile? 切斯特的提问让白瑞不知所措，他只能解释说自己要提前开车更保险。说着就想奔凯瑟琳的办公室而去，转念一想，还是去警局更隐蔽。此时凯瑟琳正忙着治疗伊斯兰萨，他的声带被割除后植入了电子声带，这电子声带关乎到伊斯兰萨的生死，手术会很冒险，需要患者配合，但伊斯兰萨并不信任他，阿莱格纳只能不停地开导他。实验室另一边，冰霜暴躁作画，他还对马克洗白的事耿耿于怀，与其对决了2次，那家伙指定不会从良。冰霜就等他原形毕露的一天，自己再重新把他送回铁山监狱。切斯特感觉冰霜像是在监视犯人，对，就这么干。冰霜决定跟踪马克。回到酒吧的马克惨遭重锤，艾利刀丧失了大半战力，冰霜感到逼退众人，对马克的遭遇有些同情。你伤势很重啊，我先送你去医院。不行，我之前毁了他们的投影仪，医疗中心也不行啊，我炸了他们的实验室。宠物医院总行了吧？你说这海利医生开的那家，他想杀我想了好几年了。冰霜无语，那你跟我回实验室吧，我让凯瑟琳给你看看。谁也不知道神速大军早已悄然来到中城。警局里，白瑞正在验尿，塞西尔又打扰了他。这样本，这表情，塞西尔的心灵感应告诉他，白瑞和艾瑞斯要有喜啊。正要狡辩一下，窗外传来了巨大声响，白瑞连忙将塞西尔带到安全地带，这才躲过一击。但不幸的是，样本被毁了。又是神速，他已经抓了好几个进铁山监狱了。这克隆体是没完没了啊！最后一个交手的神速是奔着白瑞的速度来的，他们翻译过对方的语言，有人派他们来夺取无限的速度。正说着，又有神速出现，而且同时出现在了2个地方。白瑞知道派他们来的人加强了数量，他准备和冰霜分别去现场看看，想让艾瑞斯动用一下媒体的力量。可白瑞不愿让他影响胎气，随便找了个借口拒绝了。切斯特留在实验室寻找反击的办法。缝合后，马克恢复了活力，他想从凯瑟琳这儿套出冰霜的爱好，起码能添点共同语言。然而凯瑟琳就是不说。走来的冰霜偷瞄了一眼马克的腹肌，便马上跟凯瑟琳计划起了对策。虽然外面的神速大军来袭，但凯瑟琳已退居幕后，只用治好伊斯兰萨即可，其他的交给姐妹冰霜。马克想去帮忙，但冰霜认为他别有用心，于是将他锁在了实验室里。伊斯兰萨的手术正在进行，夜幕也已降临。白瑞分身乏术，无法兼顾所有地方，他最终决定让冰霜和阿莱格纳守护实验室。刚刚停脚，又有神速攻击了发电厂，只能再跑一趟了。发电厂内，白瑞试图问出幕后黑手的身份，对方再次发出了咯咯的一声。切斯特翻译出了结果，他这是在叫人。此时白瑞已来不及躲避，6个神速将其包围，他利用共振逃走，但根本无法甩开神速大军。奔跑中，他命令切斯特启动巴别程序，守住实验室这个最后堡垒。在立场彻底关闭前，白瑞一个滑铲躲避了追击，他们正使着浑身解数试图打破这道立场。照神速大军这个频率，实验室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攻破。白瑞庆幸他们的目标是自己，这样一来，城市和艾瑞斯都是安全的。为了守家，冰霜只能放出马克，他没打算劝其行善，但为了活命，你必须战斗。冰霜最后告诉他，获取我的信任很难，别让我寒心呢。伊斯兰萨的手术还在进行中，实验室的震颤对过程很不利。
且患者在排斥外界，进展很不顺利。白瑞给艾瑞斯报了平安，为了不让他担心，只能撒谎说自己在加班。不管发生什么，他都会拼尽全力保护妻子和女儿。哦，我听到了什么？切斯特窃听风云，这行为忒不道德啊！终归是件好事，他同意为白瑞保密，但他好奇啊，孩子的事儿还没谱呢，你怎么知道是个女儿啊？难道我来之前你们见过面了？他不敢多问呢，生怕任何一句话产生量变。光顾着孩子了，他是过来告诉白瑞自己的计划的。神速大军很有组织性，幕后黑手预测到了你的行动，而他们用来交流的咯咯一声就是反击的武器。只要放大分贝，在全程播放这种声音，神速大军便无法交流，白瑞就能逐一击破。但这个过程需要一些时间，不知道立场能否坚挺得住。手术中，伊斯兰萨开始抽搐，移除电子声带让他的神经出现了损伤。塞西尔见状，决定动用下超能力。之前的经历让他进化出了传递情绪的能力。没一会儿，伊斯兰萨就稳定了下来。与此同时，神速大军内出现了个机灵鬼，他试图抽掉立场中的能量，而这么做的确奏效了。防御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散，其他五位纷纷模仿了起来。转瞬间，立场彻底失效，神速大军最终还是闯了进来。为了争取时间，白瑞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他命令切斯特躲进时间穹顶，在那里继续完成反击计划。冰霜与马克面前也出现了两位神速。危机之际，吉迪恩帮切斯特转变了战术，他们在整个实验室播放起了一声，瑟尔的声音很快传遍了每个角落。神速大军痛不欲生，这就到了闪电侠小队反击的时刻。好景不长啊，机灵鬼又立功了。他发现了时间穹顶的位置，击破墙壁，摧毁了系统，一声戛然而止。这就到了神速大军反击的时刻。众人被接连击破，随时会被手刀刺穿心脏，他们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。就在此时，白瑞做出了决定，他不要命地吸引着所有神速的注意。一时间，6道白色闪电追击着闪电侠，江湖传言再次成真，他们陡然超越闪电侠，合力一击将白瑞干翻在地。寡不敌众，白瑞的速度开始被抽走。这时发生了变故，又有6位神速抵达现场，两军似乎并不同心，场面瞬间变成了神速内战。一道耀眼的白光闪过，12位神速全部消失在原地。所有人都没弄明白状况。由于令6位神速来得及时，白瑞的速度没有损失多少，他们的行为像是在争夺猎物。难道是幕后黑手不止一个吗？这战下来，马克和冰霜就剩一层窗户纸了。感情差点升华时，一个小动静吸引了冰霜。他走上前发现是绿糖反应，马克早就消失不见了，真是个抓不住的男子。另一边，白瑞终于有时间检测下艾瑞斯新拿的样本，这次终于能重新见到女儿诺拉了。白瑞激动万分，可结果却为阴性，没怀上啊！什么情况？难道遇见诺拉的场景只是一场梦，并不是预兆吗？白瑞心态发生了变化，而乔和克里斯汀还在调查亚当的下落。说来蹊跷啊，亚当谋害队友时用了5颗手雷，可那么近距离他居然没事，就连克里斯汀都没掉一根头发。他早记不清当时的细节了，只知道爆炸结束后自己就在远处了。克里斯汀还记得弟弟喜欢一望无际的海洋，曾经还想当一名海军。乔从这方面下手，很快查出格里芬行动6周有一艘渔船的注册记录，想必那就是隐居起的亚当。两人这一蹲就是一天，后视镜里出现了一阵蓝光，下一秒两人乘坐的车原地爆炸，他们也生死不明。这一集又是没有艾瑞斯的一集，正式进入主线后，第7季还是能看的。那么下周绿箭元老的哥就要回归了。根据预告来看，他依然是斯巴达的身份。之前有采访，的哥的扮演者大卫·拉姆西表示，自己不会拿起绿灯戒成为另一个超级英雄，他不想在奥利弗尔刚刚离开就更换身份，只能说的哥铁爷们儿。距离第7季结束也只剩3集，各位且看且珍惜吧。